随着魔云越来越庞大后，整个空间都是充斥着可怕的魔威，锁定了他们位置。下一刻，又是一道接着一道黑色闪电，震耳欲聋的响彻而起。在爆炸声响起的瞬间，必定有着诸天的生灵已经爆体而亡，并且陨落。这就是先天神的杰作，竟然让天元界陷入末日的边缘。第一序列神也太恐怖了。这天元界今日之后，就会被本神彻底的统治，所有诸天生灵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随着先天神仰天大笑声传出后，便是响彻在天元界的每一个角落。无数生灵在此刻也渐渐感到了无比的绝望，希望已经全部被先天神磨灭。他们现在所要面对的就是死亡。然而，就在所有人都准备要放弃抵抗的时候，远处一道巨大的兽影便是出现在这片的天地之上。随着巨大兽影的出现，这里的空间都是一颤，然后一道巨大的咆哮声响彻而起，直接将虚空上的魔云给震散了开来。随着魔云被震散之后，原本昏暗的大地在此刻也开始明亮起来，因为有一抹阳光照射了进来，那种毁灭的生机也是变小了。这一幕令得那些准备放弃抵抗的无数强者都是睁大了眼睛，他们以不可思议的目光投向虚空上那通体赤红、布满着火红鳞片，双目中宛如燃烧着火焰，在其张合的巨兽嘴中隐有黑光浮现，仿佛在那里犹如是能够吞噬万物，一股无比神圣的惊人气势与威严渐渐地从其身躯上释放出来。远远望去，那是一头仿佛从远古洪荒之中走出来的强大凶兽，神秘而又凶悍。而这突然出现的神圣巨兽，正是曾经六尊之神中的祖涛之神吞吞，同时也被称为祖涛大人。看清楚那巨兽的模样后，瞬间令得那些原本绝望的强者顿时又充满着战意，开始浓浓的生气。那是祖涛大人。众强者开始激动起来，因为眼前出现的这位祖涛之神，那是当年夭夭身边的守护兽，本身就拥有非常可怕的力量。在数万年前的时候，祖涛之神便是六尊之神中最强的存在，如今也是如此。祖涛之神在六尊之神中也是最早实力达到第3序列神巅峰的层次，此前离开混元天前往苍玄天，便是要冲击突破第2序列之位，成为第2序列神。也不知晓这突然出现的祖涛之神是否其实力已经踏入那第2序列之位。而上空处的祖涛之神用那巨大的眼睛看了看下方的众人，咆哮一声后，传出一道人类的话语道：各位不必惊慌，我已经成功冲击第2序列之位，希望你们都不要放弃，誓死也要守护天元界。祖涛之神之所以这样说，并不仅仅是给予他们振作起来，更是因为他自己曾经跟着2个人，这2个人正是元尊周元和夭夭。数万年前，随着圣族之神的苏醒，令得天元界已经陷入毁灭的危机。当时夭夭拥有了神性，成为了第3序列神，与圣族之神展开大战。可是被圣神发现，就算夭夭已经成为第3神，但是依旧被发现了其弱点，这个弱点就是周元。而就是因为这个弱点被圣神发现后，夭夭也被圣神重创，最后为了让周元能够承载神之力量，让自己成为周元的神骨，至此周元成功纳入神列，成为神祇。成神后的周元与圣神展开了天元界最强的双神之战，不过圣神还是比成神后的周元强上一些，如果周元不迈出那一步，恐怕很难将圣神击杀。所以在最后的关键时刻，周元获得祖龙筋骨，终究比圣神提前迈出了那一步，成为第1序列神，才将圣神彻底的抹杀。天元界也在夭夭牺牲后成就周元成神，同时也是周元不放弃任何一点希望，终究让绝望成为希望，拯救了诸天生灵，拯救了天元界。所以如今的天元界之中，就属祖涛之神最强。既然当年由周元和夭夭守护了天元界，那么现在就由祖涛之神吞吞来守护着一方大界吧。我们愿听命祖涛大人。诸天中的众强者也是拱手应声，听到祖涛之神成功突破，踏入第2序列之位，他们也将会提高扭转局面的机会。要知道，第2序列神与第3序列神之间虽然只是一字之差，可是两者之间的力量差距更是一种无法逾越的天地之别。所以见到祖涛之神的出现，并且以第2序列神的力量才重拾了各大诸天的强者，此时数位大尊那苍白的脸上也是露出一抹希望之色。虽然这些大尊的实力还没有恢复到巅峰时期，不过就算如此，他们也是拼尽全力对抗先天神，这就是身为天元界生灵的一部分。只要天元界有危机，那么他们就算牺牲也愿意贡献出自己的一点，守护这方世界的力量。感受到祖涛之神所散发出来的神圣气息，巨坑中的4大古神以及3尊之神也是颤颤栗栗的缓缓起身，身躯上全是伤势，血液都还没有凝固，依旧可以清晰的看到鲜红的液体从伤口中流出。而他们的目光则是同一时间望向虚空中的那一道巨大的兽影，勉勉强强的从他们的嘴中吐出了几个字：吞吞，你真的成功突破到了第2序列神，看来接下来就看吞吞自己了，我们已经身受重伤，无法帮助他，一起对抗先天神了。刚刚被先天神的那强大的一击重创后，他们的序列神力已经缓缓地变得微弱下来。如果是寻常的第3序列神，可能无法将他们伤及如此之深，但是他们所对面的乃是天元界最强之神先天神，所以在这位第1序列神的强大攻击下，不死已经是非常幸运了，说明他们这些第3序列神也非常的不简单了。要是寻常的第3序列神，恐怕早已经陨落在先天神的那道可怕攻势之下了。
见到祖韬之神吞吞的出现，魔莲之上的先天神望着吞吞的巨兽之影，眼神也是极为的平静。就算是吞吞是第二序列神，也不是自己的对手。而相对于第三序列神来说，第二序列神的确比第三序列神强大很多，甚至两者不是一个层级的。我记得你是夭夭的守护兽，你怎么没有与元尊和夭夭一起飞升第1等级世界？哦，想起来了，好像那时候你的实力跟不上，但是你的确也很强大。过了数万年的时间，你竟然已经从圣者3连进巅峰，突破至第2序列神，还真是让本神有些吃惊啊！还以为你与这些第3序列的蝼蚁一样呢。说着，先天神似笑非笑地望着已经重伤的3尊之神和4大古神，然后再次将目光扫荡在吞吞的身躯上，缓缓地出声道：但很不好意思，虽然你已经突破第2序列神，达到了本神曾经的高度，你以为就能够与我对抗吗？此话一出，虚空上的祖韬之神也是微微沉吟出声。先天神说的也没有错，虽然第2序列神很强大无比，如果放在之前，第2序列绝对是天元界最强的存在。可是随着先天神迈出了那一步后，天元界便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曾经第2序列为最强，现在第1序列才是最强之神。祖韬之神吞吞望着先天神那张与圣神一模一样的脸颊后，便是淡淡出声：虽然不能击败你，但是我有着与你对抗的力量。闻言，先天神一笑：是吗？随着先天神带着一丝质疑声的时候，虚空上的祖韬之神忽然间对着虚空一声咆哮，一道惊天动地般的声音响彻而起，震慑空间，连周边山峰上的岩石都被这道咆哮声所崩落下来。突如其来一幕，让得所有人都是一脸的震惊。3尊之神以及4大古神嘴巴微张，如今这位祖韬之神终于出手了。诸天所有人的目光都是在此时汇聚向吞吞所在之地，那处空间依然尽数崩塌而下，耀眼的赤光浮现，所有人都是震撼的见到一只约莫10数丈的巨兽，踏着沉重的步伐，缓缓地震踏虚空，朝着先天神方位毫不犹豫地拱了过去。祖韬之神的本体赤红，布满着火红鳞片，在其张合的兽嘴中，隐有黑光浮现，犹如能够吞噬万物，一股惊人的可怕气势见瞬间从其身躯上释放出来。此处的天域都是在此时寂静了下来，而在无数人目光朝着那处战场看去时，那仰天咆哮的祖韬之神朝着先天神发出嘶笑声，在其身躯上一道道古老的光纹都是开始绽放出光芒。祖韬之神的巨尾猛地一甩，只见的山壁崩裂，巨大的岩石滚落下来，就连空间都被这股力量给呼啸的扭曲起来。先天神的身影在祖韬之神的眼瞳中急速放大，下一刻，祖韬之神便是狠狠地对着先天神轰击而去。然而对面如此强大的祖韬之神的攻势，先天神依旧是无比的平静，右手伸出，顺时针一转，周边的山峰便是落石滚下，一道巨大的岩石呼啸而来，朝着祖韬之神狠狠地砸了过去。见状，祖韬之神那锋利的兽爪对着前方虚空就是猛地一划，仿佛有着寒光掠过，空气都被撕裂出了5道痕迹。而那巨大的岩石更是还没接近吞吞的身躯，便是在天空中彻底的碎裂开来，那巨大的尾巴也是近在咫尺。先天神眼神微微一凝，没想到这祖韬之神的破坏力如此强大，而且如今又突破第2序列神，这等力量可不比当年自己弱多少。一道低沉的话语自先天神喉咙间传出，在他微微抬手的瞬间，有着数道黑色光束直接射向吞吞的巨大身躯上，一股无比强大的束缚之力便是朝着吞吞笼罩而来。果不其然，在下一刻，吞吞的行动便是彻底的停止下来，在众人那惊骇的目光之中，便是震惊的发现，有8道黑色锁链般的东西将吞吞的整个身躯都封锁住了。吞吞脚踏虚空，赤红的兽瞳看着自己身躯上的这8道锁链之物，眼中仿佛是有着金光在闪烁。随着吞吞发出低沉的吼声，犹如王者的威严被挑衅到：你以为就这样可以束缚得了我？旋即，吞吞兽爪一动，身躯上突然爆发出极为恐怖的气息，这道气息正是第2序列神力。所有人都是见到原本困住吞吞的8道黑色锁链上发出锁链之间的碰撞声。先天神，让你知晓一下第2序列神力的强大之处。随着吞吞再度怒喊之声，整个空间都开始扭曲，一股神圣的力量自己从吞吞体内爆发而出。这股力量轰击在这8道黑色锁链上的时候，顿时光芒万丈，锁链碎裂之声响了起来。吞吞犹如是重获自由一般，以极快的速度洞穿虚空，巨爪带着可怕的劲风直接抓向先天神。然而后者只是发出冷哼之声，袖袍一挥，又是一道可怕的黑芒爆射而来。面对着这一次先天神的出手，吞吞直接是巨嘴一张，隐有黑光浮现，便是能够吞噬万物的力量渐渐的从其巨嘴中身释放出来。吞吞身形爆射而出，更是提高了移动的速度，犹如一抹赤红光芒，快如奔雷，气势无比凌厉，吐出一道黑光。只见的黑光与黑芒碰撞在了一起，轰的一声，空间崩塌，飞沙走石，卷起可怕的风暴，让得这片天地都摇摇欲坠下来。然后在这对抗中的时候，一道可怕的神力波横扫而出，神力波炽热而又狂暴，连这片大地都被熏烧出一道黑色的痕迹。这道神力之强悍，足以秒杀任何准神境的强者。
就算是第3序列神都得是重创。然而面对着自己的黑光与黑芒处于不分上下的时候，吞吞直接猛地张大兽嘴，嘴中神秘黑光再度闪耀起来，一口就将那道黑芒给吞了下去。一口吞了黑芒，吞吞的身影电光火石间便是直接出现在了先天神的前方，兽爪猛地撕裂而下，爪间隐隐有着黑光浮现，爪光掠过了先天神的身躯，有着刺耳的声音响起。再然后，所有人都是震惊的见到，先天神竟然徒手抓住这位祖韬之神的巨兽兽爪。这怎么可能？面对祖韬大人如此恐怖的灵力进攻，竟然还是被对方轻易的抵挡了下来。此时诸天的强者都是用不敢置信的声音呢喃道。然而就在众人无比吃惊的时候，先天神抓住吞吞那巨角之手，狠狠的一捏，一道疼痛之感瞬间蔓延至吞吞全身，旋即直接爆吼了一声，身后的尾巴便是扫荡而来，空间扭曲，带着恐怖的劲风朝着先天神的身躯上暴涌而去。然而先天神眼神一冷，整个身躯上便是浮现出一抹黑色的光晕，而且在光晕之上还有非常神圣莫名的一幕，那就是无数颗粒状不断的上升。先天神那身躯上的神圣气息变得更加浓郁无比，随着黑色光晕一出，一道令得所有人都为之惧怕的力量便是笼罩着整个天域，无比的可怕。我记得你刚刚说让我知晓第2序列神力的强大是吗？接下来我就送你一份大礼，那就是诸天中最强的力量——第1序列神力。说完，先天神身躯上的黑色光晕冲天而起，远远看去犹如是一道黑色擎天柱一般，连接着天地之间。在众人那震惊无比的目光下，在那遥远的天际上，整个天域的黑色魔云以漩涡的姿态急速涌动着，就连天地间的元气以及其他能量物质难以逃脱其中的吞噬之力。然而在这团恐怖的魔云中，正在酝酿着天元界最强的神力。此时就算是吞吞也是眼露惊骇之色，他的身躯竟然在这一瞬间竟然一颤，因为这是来自第1序列的威压。不过很快吞吞就强忍着震惊之意，眼神一变，爆发出惊人的爆发力。吞吞的身躯上同样有着一道光晕，而且在这光晕之上浮现出无数颗粒状的光点，徐徐上升。这就是神的形态。吞吞的神之形态爆发之后，也从先天神的手中脱离了出来，然后抬头看着遥远的虚空上，那里的魔云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厚，其中有着黑色闪电不断的闪烁着，其中散发出来的气息足以令无数强者都为之惊叹。有那么一瞬间，诸天强者都觉得，如果让先天神将这股力量轰击在这天地间，能够瞬间毁灭整个天域，乃是整个天元界也是如此。这就是真正的第1序列神力吗？太恐怖了！无数强者的心中充满着恐惧，在他们的心中多半被这股恐怖的力量所笼罩，并且没有任何可以抵抗的资格。归墟神殿的4大古神以及3尊之神同样面露震撼之意，身上的伤势已经极为的严重，面色苍白如纸。他们这些已经是第3序列神的神器也已经落败，接下来只能靠着祖韬之神了。而一直没有出手的天人界众人都屏蔽了呼吸，他们咽了咽干涩的喉咙。幽阴主以及其他种族之主皆是面面相觑，望着天际上的巨大魔云，目光惊骇无比。因为魔云中的力量，如果换作是他们，仅仅接触到那力量的瞬间，身躯就会被彻底的蒸发，包括灵魂也会被那力量彻底的磨灭。先天神已经成为天元界最强的第1神了，并且无人可抵抗。天人界的9大种族之主心中已然知晓接下来天元界的惨状了。吞吞悬浮虚空，身躯散发出神圣的莫名之威，虽然强大无比，但是对面先天神还是弱了很多。第1序列的确是这片天地间的最强第1神，我身为祖韬之神，虽然是这天地间的守护神，恐怕也无能为力了。听到吞吞这样说，下方那无数强者更是面露绝望。如果说连祖韬大人都无法对抗这一股力量的话，那么还有谁能够有实力去对抗呢？看来天元界的诸天气运已经到尽头了。就当这些诸天强者绝望的时候，虚空山再度响起吞吞的冷厉之声。或许我们诸天气运到头了，你先天神恐怕无人能敌过你了。要是周元在的话，也许能够有机会。听到这番话后，远处的先天神更是仰天大笑起来。如此一来，这诸天中最强的祖韬之神也在他的第1序列神力之下彻底的臣服了。你比那些第3神时失误多了，见你如此看清这局面，我便给你一次机会，成为我的坐骑，与我先天神统治整个天元界如何？然而回应先天神的却是一道巨大的咆哮声。就算我死，也不会当你的坐骑。当即作为祖韬之神，怎么可能因为对方的强大就屈身于他呢？想让周元回来天元界，恐怕如今是不可能的事情了。因为毕竟就算是祖韬大人，也已经有着数万年时间没有见到周元了，并且周元的消息自那一次带着夭夭离开天元界后，就再也没有音讯了。或许他们飞升第1等级世界后，在那高级的世界中创立了新的势力也说不定。虽然祖韬之神已经成神，也能够飞升更高等级的世界中，可是他作为守护兽，自然不能离开天元界。然而今日遇到先天神这等第1神，就算战死，也要守护自己的世界。先天神，今日我便用祖韬神体抵挡住你的第1神力。吞吞那双眼瞳中有着隐隐约约的火焰一般，巨大的身躯上火红色的鳞片也开始微微发出红色的光芒。在无数人那惊骇的目光下，
那红色的光芒开始化为无比坚固的铠甲，包裹其上，一股无与伦比的防御之体便是展现了出来，并且就算是同样第二序列神的神奇，想要击败现在的吞吞，恐怕也是非常的棘手。这就是祖涛之神的最强底牌了。望着吞吞身躯上的祖涛神体，先天神显示眼神微凝，然后则是淡淡一笑。祖涛神体很强，如果在本神还没冲击第一序列之位的话，你这祖涛神体同样也令我都无法击破。不过如今可就不一样了，在第一序列神力的面前，不管你施展什么强大的底牌，皆是炮灰而已。这一场诸天之战结束了。先天神带着淡淡的微笑，右手食指轻轻向下一划，虚空上那巨大魔云开始暴动起来，连带着空间都开始剧烈的震动。特别是魔云那里的空间，竟然直接硬生生的被魔云撕裂，出现了巨大空间裂缝。在那巨大的魔云之中，一道无比恐怖的神力顿时冲内爆射而出，令所有诸天强者都感到绝望的第一神力从天而降，划过的空间处瞬间变成了虚无。这片天地的震荡越来越激烈，仿佛就好像无法承受这道第一神力一般，开始四周空间崩碎，大地也出现了裂缝。这来自先天神的攻击，不仅是无数强者身躯不自觉的颤抖，就连数位的第三神以及第二神的吞吞都是如此。祖涛神体，吞吞的咆哮声落下后，他的身躯之上被那铠甲包裹，同时在铠甲之上还有着带着红色的火焰，而每一道的防御都是连第二序列神都难以攻破的强悍存在。如今这几道防御皆是出现在了吞吞的身躯之上，那等强大的神体防御力更是达到了全新的高度，不仅有着可怕的防御力，同时也有着可以攻击对手的恐怖破坏力，这简直就是将能攻能守的完美躯壳集于一身。而这就是祖涛神体，祖涛神体爆发出耀眼的红色火芒，周围的空间也是在火芒之下变得虚无起来。吞吞的身躯快若闪电般的朝着迎面来，那道第一神力咆哮而去。这祖涛神体的力量可以说在第二序列神之中都是无敌的存在。今日吞吞选择自己的最强底牌来抵抗先天神的那道第一神力，也不知道祖涛神体能否抵抗住。很快，第一神力与祖涛神体便是在虚空上狠狠地相撞在了一起，一道无比可怕的第一神力轰击在了吞吞那祖涛神体之上，而祖涛神体也爆发出了惊人的破坏力，轰击在第一神力的光芒上。此时在片天地间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撞击声，原本就震荡激烈的空间，此刻整个这片天域竟然开始以肉眼看得见的情况下，空间急速的崩裂，以两股最强的力量碰撞出为中心，那所爆发出来的力量直接毁灭了那处空间，并且那股毁灭力量还未结束，直接开始朝着四周蔓延开去。这股毁灭般的能量余波传荡整个天域之中，所过之处皆是空间尽数毁灭，变成了虚无。这一幕顿时让无数人的都是张大了嘴巴，不能合拢一般。没想到祖涛大人的最强一击与第一神力的对抗下，竟然爆发出了如此可怕的毁灭之力。仅仅不到片刻，这处空间已经被毁灭。大家快走，快走，去其他天域，这处天域恐怕要毁了。此时无数人影开始狼狈而逃，有些实力弱的人一不小心就被那股毁灭般的力量所吞噬殆尽，就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，就已经化为虚无。一幕幕皆是看到诸天的大尊以及四大古神和三尊自身眼里，他们望着这样的场景，心中忍不住的疼痛，看着许许多多的诸天生灵竟然都陨落在那股毁灭力量中，双眼都是通红了起来。不过他们如今也是没有任何的办法去抵抗这股毁灭力量，仅仅要做的就是带着剩余的诸天生灵尽快逃离这片天域。而先天神的目光一瞥，也是扫荡在诸天生灵逃跑的方向，对着那些天人界的众人喊道：不要让这些诸天之人逃走，一个都不要放过。听到先天神那低沉的话语传来，那数百艘方舟上的天人界强者便是在第一时间齐刷刷的爆射而出，化为一道道流光，直接追击着还在逃跑的天人界众人。而带头的则是9大种族之主，他们的实力最强，直接袖袍一挥，爆射出数道光束，直接对着一些小主宰大主宰修为之人笼罩而下。数位大尊见状，直接护在逃离众人的头顶上空处，催动自身的强大元气，凝聚出一道防御罩，将这些强大的攻势给抵挡而下。你们天人界终于是出手了。专诸大尊的声音传出，不过在语气之中有着一丝虚弱，看来之前的伤势的确非常严重。不过为了其他人能够顺利逃脱这片天域，也只能强撑着拼尽全力了。你也只是求弩之末了，受了那么重的伤，竟然还妄想保护这些该死的人，那就先将你杀了吧。幽阴主一声冷冽，说话毫不客气，心中的仇恨顿时满上心头。当年就是专诸大尊将他们天人界的顶尖强者全部重创，有些顶尖强者甚至陨落在专诸大尊的手上，而如今专诸大尊已经身受重伤，正是报仇的好机会。说着，幽阴主便是一张拍出，可怕的力量直接洞穿眼前的空间，瞬间这道攻势轰在了专诸大尊的身上。可怕的暴风之声响起，周围的能量余波便是涟漪般的传荡开来。幽阴主见自己的攻势得手，嘴角不自觉地浮现出一抹得意的微笑，然后能量光芒散去后，只见的一道身影悬浮空中，双手放在自己的头顶上，显然是抵御住了幽阴主的这道强大攻势。刚刚还在得意微笑的幽阴主此刻面色瞬间暗淡下来，
很显然，这不是他想要看到的画面。还真是不能小看你，明明受了重伤，竟然还能有实力抵抗住我的攻击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么我们就好好的斗上一斗。幽阴主依旧是率先对着专竹大尊发起了进攻，而后者也是牙齿一咬，脸上露出一道决然之色。看来专竹大尊也只能将剩余的力量尽数爆发了，不然身受重伤的自己肯定不是幽阴主的对手。啪！两人很快便是再度激战在了一起。他们二人皆是准神境的强者，如今专竹大尊的实力还没有彻底恢复准神境，但是其自身的肉体力量依旧是准神身躯，短时间内还是可以与幽阴主对抗。如果时间过长，依旧没有分出胜负的话，那么专竹就会处于下风，到时候就是处于完全被动的局面了。在专竹大尊与幽阴主以肉搏战在战斗的时候，其他8位种族之主也是朝着各大尊发起了进攻。天人界的所有主宰者直接进入人群之中，与天元界的强者同样进行了战斗，为的就是不让其成功逃走。天地间有着不断响彻而起的爆炸声，以及碰撞声和强者之间的呐喊声，都在这一刻轰然爆开。